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把五花肉扔进电饭锅中，不加水，不用油，出锅香气四溢，色泽红亮，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块五花肉，做这道美食呢，一定要选择这种五花肉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好吃。这个五花肉太长了，用刀给它切成小段。这个五花肉的猪皮上有很多的猪毛，如果不处理干净的话，一口吃下就是一嘴的猪毛，实在是太影响食欲了。我们把这些猪毛处理一下，起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五花肉放入锅中，猪皮的一面朝下，把猪皮烫一下，这样可以去除猪毛，还能去除猪皮上的腥味。像我这样上下左右的滑动，让五花肉的猪皮受热均匀，大概需要烙2分钟左右。2分钟后我们取出来看看，烙至猪皮表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入一个盆中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五花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五花肉的猪皮软化一下，这样更容易清洗干净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清洗五花肉，用刀把五花肉的猪皮刮一下。现在的猪皮用刀轻轻一刮就变成白色的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干净？五花肉的每个面都要用刀刮干净，这样吃起来才没有腥味。清洗一遍之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先把五花肉切成大块，宽约2厘米左右。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小块，最后切成这样的小块就可以了。再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个去皮的土豆，先给它切成厚片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，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给它切成小方块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清水中，用手抓洗几遍，把土豆表面的淀粉清洗掉，这样土豆就不会氧化变黑了。接着准备一块生姜，给它切成薄片，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瓣大蒜，给它切成蒜片，切好后放入姜片的盘中。往里边加入几个八角，加几片香叶，加一块桂皮，再加几个干辣椒，再准备一个葱节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用一块肥一点的五花肉擦一下锅底，这样可以润一下锅底，整个锅底都给它擦一遍。擦好后再把五花肉倒入锅中，开大火翻炒。刚开始的时候五花肉不容易炒出油脂，大概需要翻炒4-5分钟左右，五花肉就会慢慢的出油了。五花肉要给它炒至金黄，把多余的油脂炒出来，这样吃起来才会肥而不腻。这是翻炒了5分钟的样子，看一下五花肉已经在慢慢出油了，现在的五花肉还是比较肥腻的，继续翻炒。就翻炒成这样，五花肉变成这种金黄色，而且炒出了这么多的油脂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再把五花肉盛出来，放入大碗中，放一旁备用。煎五花肉的油不要扔了，我们留着。再放入土豆，开大火炸一下，把土豆炸至金黄。炸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炸糊了，大概需要炸4-5分钟左右，炸至土豆表皮金黄，并且微微变硬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把锅中的油倒出来，然后再放入几个洗净后的鹌鹑蛋，加一勺食盐，加一勺白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鹌鹑蛋，盖上盖子，水烧开后转中火煮8分钟，把鹌鹑蛋煮熟。这里加食盐，这样煮出来的鹌鹑蛋更容易去壳。接着我们来调一个料汁，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边放入一块红腐乳，
再加2勺红油，加2勺生抽，加2勺老抽上色，加2勺蚝油，加2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顺便把红腐乳给它碾碎，搅匀后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电饭锅，把煎好的五花肉放入电饭锅中，再放入葱姜蒜、桂皮、八角和香叶，再倒入刚调好的料汁，然后再倒入1瓶啤酒没过五花肉，再加入1小把冰糖，大约是30克左右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匀后放入电饭锅中，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。现在我们的鹌鹑蛋已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用漏勺把鹌鹑蛋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凉水中，迅速过凉。就这样给它放凉水里泡5分钟，这样鹌鹑蛋更容易去壳。5分钟后取出一个鹌鹑蛋，把蛋壳敲碎，然后再把蛋壳给它剥下来。鹌鹑蛋用这个方法煮出来，蛋壳很容易就剥下来了，而且剥好的鹌鹑蛋表皮滑溜溜的。剥好的鹌鹑蛋先放到盘中，全部剥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如果喜欢吃香一点的，可以再放到油锅里煎一下。现在我们的五花肉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把土豆和鹌鹑蛋放入锅中，用铲子搅拌搅拌，搅匀后再盖上盖子焖5分钟。5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满屋都是这个香味。现在的鹌鹑蛋和土豆已吸足了汤汁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如果觉得汤汁太多的话，可以倒回锅中，大火收一下汤汁，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电饭煲五花肉就做好了。五花肉色泽红亮，泛着好看的光泽，一看就很好吃，味道香到流口水。这是跟红烧肉差不多的做法，五花肉吃起来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入口即化。鹌鹑蛋和土豆也吸足了汤汁，入味又好吃。这道电饭煲红烧肉不加水，不用油，不用炒糖色，把所有食材扔进电饭锅中就可以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省事？这道懒人版的电饭锅红烧肉你一定要学会哦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